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这句俗语描绘出中国东北地区富饶的物产资源，但是在这些大自然的馈赠背后，其实隐藏着许多由来已久的禁忌与怪谈。跑山人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古老职业，他们主要活跃于东北长白山地区，靠着进山寻宝来维持生计。据说进一次山可以在一夜之间狂赚上百万，但如果运气不好，甚至会把性命搭进去。时至今日，尽管跑山人已经不多，但他们依然活跃在白山黑水之间，那些千百年流传在密林之中的传说，仍然是他们心中深藏的图腾。跑山人具体从事什么工作呢？简单说，就是进山讨生活。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东北地区绵延不绝的群山，自古以来就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宝藏。跑山人最主要的活动区域就是位于我国吉林省东南部的长白山。从东北向西南方向，长白山延绵1300多公里，是整个亚欧大陆东部边缘地区最高的山脉。这里有广袤的原始森林，有仙境般的天池奇观，栖居着数不清的动植物。山顶常年白雪皑皑，山下却四季分明。你可以在雪山脚下泡温泉，还可以欣赏到古代先民留下的神秘石雕和岩画。长白山雄奇壮丽的独特景观，就如同一本打开的自然百科全书，让人沉醉其中。大多数人到长白山都是在景区之内游玩，跑山人是不会到这些地方的，他们的目的地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只有在那里，才会有可遇不可求的百年人参、名贵的纯天然真蘑、价值不菲的松塔，随便一样都可以让人一夜暴富。但要想得到它们绝非易事，一不小心就会葬身于林海之中。看似风景秀美的山林，实际上隐藏着无限杀机。特别是上百年的野生长白山人参，更是价值连城。2017年，一颗260克左右的野山参，在浙江乌镇拍出了高达900万元的天价，可见野生人参有多值钱。也正因为深山之中蕴藏着无尽的山珍，那些常年在这里寻宝的人，慢慢融合成了一个群体，通过家族、师徒等关系的代代传承，将无数前辈进山的经验总结出来，最大程度上避免自己受到伤害，同时还要收获山里的宝贝。这些人就成为了跑山人。东北的一些山民甚至称这些跑山人为活神仙，认为他们是可以与山里的众多神灵交流的一群人。这些跑山人大多数都是长白山附近的山民，也有一些东北其他地方的职业跑山人，专程在特定的季节赶来。他们共同组成了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范立国就是一位跑山人，他跑山的区域是在小兴安岭，范家世代居住于此，祖上好几代都是靠进山采集山珍为生，传到他这一代，祖上的手艺一点没落下，范立国也成为远近闻名的跑山人。相对来说，像真蘑、榛子这些山货，只要季节到了，采摘起来并不算太费力，进山一趟总会有些收获。但如果想摘到极品的松塔，就没那么容易了。松塔就是松树的果实，我们平时吃的松子就是从松塔中剥出来的。山里面野生的松树和人工种植的完全是两个概念。一般来说都有40-50米高，抬头仰望，只能从松林的缝隙中见到阳光。野生松塔就长在这些高大松树最顶端的树梢上，从树下望去，那些松塔就成了一个个很小的黑点，越往上树枝也越细，人如果想爬上去摘松塔，所面临的危险也就可想而知。相应的，这些野生松塔的价格也很贵，是普通松子的好几倍，一斤就要好几百元。到了秋天，松塔成熟，跑山人迎来了忙碌的季节。范立国会和自己的父亲范长江一起进山，父子两人也可以有个照应。天还不亮，父子二人带上所有装备就出发了。越往山里走，林子也越密，山林中特有的气息会让人感到平静，人世间的嘈杂似乎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这一次，范立国的目标是一棵将近70米高的松树，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的洗礼，需要2-3个人才可以合抱完的松树，依然硕果累累，等待着勇敢者前来收获。山林中空气湿润，松树的树皮湿滑，范立国缺少稳定的着力点，但凭着高超的爬树技艺，他还是慢慢的向上移动。粗大的树干似乎成了他登天的阶梯，护佑着他
不断向上攀爬。范长江看着儿子越来越高的背影，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当地人有句俗语，树梢是钱串子，树根是坟圈子，意思就是说，如果能顺利爬到树梢踩到松塔，就可以发财，一旦出现意外，不慎从树上摔下来，那就是非死即伤的结果。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范立国爬上这棵70米高的松树，丝毫不亚于一项极限挑战。这可比徒手攀岩的难度大得多，一旦遇到意外情况，比如突然刮起大风，也有可能让他脱手跌落。到了树的上半部分，范立国已经无法再踩在坚固的树干上了，而是完全靠一些枝杈来支撑，万一有哪根树枝断裂，也会带来极大的危险，所以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容不得丝毫大意。范立国拼尽全力，终于爬到了松树的顶端，沉甸甸的松塔挂满枝头，范立国稳住身形，开始采摘松塔。这些松塔落到地下的同时，范立国的笑容也爬上了脸颊。空中的风更大，范立国立足的枝杈也会随风摇摆。力量、经验、技巧、勇气，缺一样都无法完成这项工作。这是勇敢者的游戏，更是山民们千百年来顽强生存的写照。从树上下来，父子二人收拾好胜利的果实，会特意在树下留下一些松子，而且树上的松塔也不会全部摘光，这是专门为松鼠留的。山林不光养育着跑山人，无数的生命都生活在其中，对生命敬畏，何尝不是跑山人的又一项规矩？回到家中，范立国将松塔剥开，取出松子，屋里面顿时充满了松子的清香。这些松子纯天然无污染，营养丰富，香味浓郁，是不可多得的营养佳品，根本不愁销路，还能卖个好价钱。一个月光是松塔差不多可以净赚1-2万，有了钱就能让家人的生活更好一些。那些刚刚经历的危险与艰辛，此时似乎都不算什么了。如果说采集松塔更多的是靠勇气和技巧，那么采摘东北野生人参在很大程度上真的要靠运气了。实际上，清朝在建立初期，关外的深客就不断涌向东北，但到了康熙登基以后，对东北实行了封禁政策，这一封就是200年左右。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列强的侵袭与自然灾害等多种原因，清政府开始鼓励民众移民东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闯关东。数十年时间里，超过1000万民众投入到闯关东的移民浪潮之中。这其中，不乏铤而走险进山寻找人参的深客，多少江湖恩怨在他们中间上演。人参在当时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中药材，而是被神化为具有灵性的仙家圣物。靠着人参发财的人大有人在，但同时也有更多的人因为人参而死于非命。作为东北当地土生土长的跑山人，自然也会卷入到这场采挖人参的大潮中。由于他们本就善于寻找人参，而且对于深山密林中的生存之道最有研究，一些权势阶层就会高价雇佣他们进山采参。当然，更多的还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各种采参队伍，抱着一夜暴富的梦想。许多闯关东的人也走上了采参的道路。东北人参产地主要在长白山，进山采参通常会请一位跑山人的老把头作为带队首领，或是由老把头指定某位骨干带队进山。采参的规矩极为繁杂，进山之后，所有人都不得随意说话，一旦发现人参，要先向人参行跪拜大礼，随后由老把头主持一系列的流程仪式，口中还要念诵巫术咒语。挖人参要叫抬参，需要先用红头绳将人参绑起来，然后使用像鹿骨签子、索拔棍、快当刀、油布、铜钱等特殊工具进行挖取。据说人参是仙家的圣物，凡夫俗子动了仙人的东西，自然冒犯了神灵，需要用一系列的仪式来化解仙人的怒气，并向仙人解释自己为何要采参。而红头绳则可以将人参牢牢绑住，不让这有灵气的神物逃跑。当然，这些都是无稽之谈，纯属民间习俗，但在当时确实增添了人们对于采参的敬畏，不至于所有人都蜂拥进山，倒也从另一个层面保护了大山中的自然环境。而采参所使用的各种专用工具，基本都是为了避免弄伤人参的根须，比如用鹿骨做成的签子，在清理人参根须泥土的时候，可以很好的避免划伤根须，确保人参的完整。采参是一项需要非常细心的工作，好好的一颗人参，
一旦被人为损坏一丁点，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必须要按照规矩来谨慎操作。这也导致挖一颗人参需要4-5个小时，甚至是1到2天的时间。即便如此，依然挡不住人们采参的热情，致使长白山地区的野生人参不断减少。到了现在，100年以上的极品人参早已是可遇不可求，1000年人参只存在于传说当中，就连真正的野生人参也已经不太常见。如果跑山人发现了人参，也有很多的规矩，比如说太过幼小的人参是不能采的，采完人参之后要将人参子撒播到土里，以便野生人参可以继续繁衍生息。1981年，年仅20岁的董德双跟随一位老把头进山采参，这是他第一次正式跑山。当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将成为他一生难忘的奇遇。进山采参通常都是几个跑山人组队同行，行话叫做拉帮，相互之间间隔几十米，对出产人参的区域进行地毯式拉网搜寻。每个人都不能说话，想和同伴联系，需要用随身携带的敲山棍击打树木，不同的击打节奏代表着不同的意思，颇有点摩斯密码的感觉。董德双一行人在山里面转了足足10天，却只发现了一些幼小的山参。这些人参生长的年份太短，没有采摘的价值，他们会为人参绑上红绳，相当于做了一个记号，同行看到就不会再动，也可以让人参继续好好生长。最初的好奇与兴奋逐渐消磨殆尽，几天下来，董德双感觉疲惫不堪，但作为小辈又不敢打退堂鼓，只能跟随老把头继续向深山进发。老把头却丝毫没有泄气的意思，反而越来越有信心。根据他多年采参的经验，沿途遇到的那些小山参充分说明这片区域一定会有生长时间比较长的野山参，否则是不可能有这些小山参存在的。但这些话老把头不会在山里对大家说，依然沉默寡言，只是每天聚在一起时才会安排大家接下来前进的方向，其他的一概不提。就在他们进山第10天的下午，董德双正感到无聊，突然发现前方大片的绿叶之中有一些星星点点的艳红，他赶忙走过去，定睛一看，一株硕大的野山参就在他的眼前。董德双一时竟然愣住了，随即就是一阵狂喜。他赶忙用敲山棍击打身旁的树木，同时大喝一声棒槌。这也是跑山人采参的规矩，发现人参之后要马上通知同伴，并且要喊一声棒槌，据说这样就可以把人参定住，免得他自己跑了。同伴收到信号，一边向董德双这个方向靠近，一边高声喊道：“什么货？”董德双仔细观瞧，发现这株人参茎上生长的副叶竟然是5批叶，这就意味着这株人参很可能是100年以上的老山参，便大声回答同伴：“5批叶。”同伴很快聚拢过来，都被眼前的人参震撼到了。在行完礼后，大家正准备抬身，天空中突然一个炸雷，随即倾盆大雨落下。老把头说道：“这人参有灵性啊，今天不能动它了，等明天雨停了再说。”于是众人就在附近安营扎寨，足足等了1天。第2天，天空放晴，雨后森林中的空气清新甘甜，让人倍感舒适。一行人拿出各种工具，足足用了5-6个小时，才将这株人参完整的摘了出来。老把头对董德双说：“小子，这次你能发现人参，将来一定是个有福气的人，人参都有仙家护佑，你这也算是遇仙了。”后来这株人参辗转到了北京，确定是一株160年的老山参，重达9两2钱。人参素有7两为参，8两为宝的说法，9两的人参自然是极品，专业机构给出的估价是200万元。要知道，这可是在1981年，这个价格绝对是天价。野生老山参之所以如此值钱，除了它的药用价值之外，还在于它的科研价值。越老的人参合成有效成分的基因就会越多，这些基因会确保人参健康长寿。通过对老山参的研究，可以取得优质的人参种源基因，建立人参资源档案，这对人工培育选种有着重要意义。如今，虽然野山参在药用方面已经逐渐被人工种植的人参取代，早已没有了历史上的热度，但野山参依然在长白山地区生存着，只不过被发现的时候，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年龄。如果真的在长白山找到100年老参，一样会拥有令人惊叹的价值。
如今的跑山人大多都有自己的其他职业，跑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补贴家用的副业，所以真正以跑山为职业的人正在迅速减少，这一古老而神秘的行当正在逐渐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东北跑山人的传统也会随之消亡，他们的信仰和坚守仍然在不断的传承着。长白山在东北人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很多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和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白山是东北诸多民族信仰的神山，他们认为是大山中亘古不灭的神灵，孕育并护佑着自己的族人繁衍生息，因此对山的崇拜与敬畏深刻烙印在每一代山民心中。跑山人自然也遵循着这样的法则，进山之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祭拜山神。在很多进山的路口处，人们会看到有一个小小的房子，大概只有半米高，房子前面摆放着香炉或者石台，这就是微缩版的山神庙。庙不在小，有神则灵，跑山人会焚香跪拜，奉上贡品，以求神灵护佑。他们不是简单的完成一道流程，而是全身心的虔诚祭拜，唯有如此，进山的时候才能气定神闲。东北的传说中有5大仙家，分别是狐、柳、灰、白、黄，代表的就是狐狸、蛇、老鼠、刺猬以及黄鼠狼。跑山人在深山老林中，一旦遇到这些动物，都会轻手轻脚的经过，不去引起他们的注意，然后一路往前走，绝不回头。据说如果回头看他们，就意味着你对大仙不尊重，会降下灾祸惩罚你。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不过在东北的深山中，跑山人要凭着一股子勇猛之气一往无前，胆气不壮的人，恐怕林子里突然出现的一只黄鼠狼都能把你吓得半死。不和这些小动物纠缠，其实会避免很多的麻烦。在山里赶路，难免会停下来歇歇脚，但跑山人绝对不会坐在伐掉的木桩上休息。他们认为，拜过山神之后，山里的仙人会跟在跑山人身后暗中护佑。你停下来的时候，仙人也会停下。这些木桩就是供仙人坐下休息的凳子。最诡异的情况，恐怕还要数鬼打墙。明明感觉是沿着一条向前的路在山林中行进，结果发现却在原地不停打转，走出去老远，又绕回到出发点。跑山人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会先向山林跪拜，祈求鬼怪放过自己，然后利用石灰、盐巴或者其他可以做标记的工具，小心翼翼地重新寻找出路。一般有经验的跑山人基本都可以走出鬼打墙的怪圈。实际上，所谓的鬼打墙就是迷路了。有些不熟悉山林环境的人贸然进山，遇到这种情况，不但难以找到走出山林的路，而且有可能背道而驰，越走越远，直到精疲力尽。如今已经有更为先进的定位装置，鬼打墙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但并不代表人们就不会在密林深处迷失方向。有时候最传统的办法反而最实用。除了这样的一些禁忌与传说，跑山也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如果以为进山之后就可以随手捡到山珍，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不勤快的人，即便靠着一座金山，也注定会一无所获。跑山人的诸多规矩看似繁琐迷信，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在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与大自然达成的一种默契共生。在平原地区，人们可以以农耕为生，使经济社会得到发展，但在大山深处，农业发展显然无法实现。居住在这里的先民又要用双手改变命运，顽强地生活下去，所以就必须要向茫茫山林发起挑战，走出一条深山中的生存之路。这也是跑山人的原动力。在古代，跑山人、猎人、渔人其实都有着共通之处，都是凭借自己的特殊技艺向大自然要生活。无论是豺狼虎豹还是悬崖峭壁，所有这些困难必须想办法克服，走进山林才能让自己活下去。这种不屈服于大自然、与天地抗争的精神特质，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中国的神话故事当中，向来都不曾在大自然面前认命。太阳多了就把它射下来，洪水来了就把它治理好，大山挡道了就把山移走，就算是大海，也要用小石子把它给填平。跑山人之所以敢于冒着生命危险进山，不也正是这种精神特质的体现吗？不畏惧大自然的莫测无常，以勇者之心
激发生命的力量，用自己的双手改变现实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在依靠大山的富饶物产生存的同时，跑山人又对大山保持着深深的敬畏与尊重。他们理解大自然真正的力量，深知自己在山林面前是多么的渺小，所以不能去破坏自然的平衡，否则必然会遭到反噬。历史上也有一些肆意妄为的跑山人打破禁忌，进山之后不守规矩，贪得无厌，但等待他们的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不过度采摘，为其他生物的生存保留条件，不去打扰山林中各种生物的繁衍生息，甚至将这些生物以及山林都看作是神灵，予以尊重，让贪婪的欲望在禁忌与传统信仰面前消失无踪。只有这样，人类和大自然才能长久的和谐共生。这或许就是跑山人坚信的道理。如今，有些跑山人或许已经不再相信山神的存在，但他们依然会遵从这些规矩，会从先辈身上学会在山林中求生的本领。尽管这些本领在将来也许再也用不到，但是没关系，大山永远都在，只要有山，跑山人的故事就不会结束。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如同一次跑山探险，前路变幻莫测，有无限的机遇，也隐藏着难以察觉的风险。有时候就算拼尽全力，也难以收获成功；有时候似乎是信手拈来，却能点石成金。命运的无常就如同原始森林般幽深难料，但因此就不去勇敢走一遭吗？只要坚守正道，顺遂天道，用勤奋与智慧披荆斩棘，总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坦途，自己梦想中的目标也会在不经意间展现在你我眼前。在人生这座大山面前，只要还在路上，前方就有希望。你还知道哪些有着独特文化的民族？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还请按赞、订阅和转发哦。本期内容到此为止，我们下期再见。